宛城之战是曹操经历最为凄惨的一场战役。由于他见色起意，看上了张绣寡居的婶婶，最终导致长子曹昂以及猛将典韦被杀。那么，曹操为何要攻打张绣？贾诩是如何投靠张绣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见色起意及猛将典韦战死。说到张绣，就不得不提他的叔父张继。192年，李傕和郭汜听从了贾诩的建议，进军长安，控制了汉献帝。张继因为立有战功，被封为镇东将军，他的侄子张绣则被封为建中将军。之后，张继撤出长安，屯驻于弘农郡。195年，李傕和郭汜反目，打得不可开交，张继便前往长安调解。最终，李傕和郭汜和解，并且同意让汉献帝前往弘农郡，张继被拜为骠骑将军。然而，由于李傕和郭汜反悔，大臣们勾心斗角，汉献帝只能趁夜渡过黄河，前往河东郡，最后在杨凤和韩先等人的护送下，回到了旧都洛阳。196年，张继的军中缺粮，他便率军前往荆州去抢掠粮草，在攻打南阳郡的穰城时，被刘建射中而亡。张继死后，队伍便由其侄子张绣接管，收兵退出了穰城。荆州的官员们向刘表祝贺，可刘表却说，张继因为穷途末路才跑到荆州来，而我作为主人却如此的无礼，让他命丧荆州，这并非我的本意，因此我只接受吊唁，不接受祝贺。之后，他派人去招降张绣，张绣闻之大喜，立即投靠了刘表。刘表命其屯守宛县，替他抵御北方的来犯之敌。曹操得知后，便准备率军前去攻打张绣。一方面，张绣是董卓的遗毒，必须铲除；另一方面，宛县距离许县较近，万一他和袁绍开战，张绣便有从后方偷袭他的威胁。而让曹操最为担心的是，张绣的军中有毒士贾诩。汉献帝从弘农郡回到洛阳后，贾诩便投靠了段威。段威是他的同乡，屯驻于华阴。可是贾诩在军中的威望过高，甚至盖过了段威，这让段威非常的忌惮，担心贾诩夺走他的兵权。贾诩看出了段威的担忧后，也非常不安，便准备另投他人。在这期间，贾诩与张绣素有来往，于是便前往宛县投靠了张绣。197年正月，也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2年，他率领大军来到了宛城北部的玉水河畔，准备向张绣发起攻击。张绣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，在贾诩的劝说下，没有丝毫抵抗就投降了曹操。曹操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宛城，非常的高兴，邀请张绣及其部将一同饮酒庆祝。酒宴上，典韦手持大斧，立于曹操身后，此斧甚为威猛，仅斧刃就有尺余。曹操走到别人身边敬酒的时候，典韦举着斧子跟在身后，直到酒宴结束，张绣及其将领都不敢抬头直视。酒宴结束后，曹操听说张继的遗孀邹夫人美艳动人，于是便命其当晚就前来侍寝。同时，他还派人给张绣的部将胡车儿送去了大量的财宝。张绣得知后，觉得曹操欺人太甚，不仅霸占了自己的婶婶，还策反自己的部将，于是怒不可遏，决定反叛曹操。他征求贾诩的意见，贾诩告诉他，曹操此时将大军驻扎在大道旁，你只要请求移军，就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张绣听后信心十足，立即向曹操请求移兵，并且说，由于军中的辎重较多而缺少军车，所以需要士兵背运，曹操欣然同意。于是张绣严兵出动，缓缓上路，当走到曹操军营的时候，突然挥剑怒吼，率军杀向了曹营。曹军毫无提防，被打得措手不及。曹操见状，立即率领轻骑逃走。为了掩护曹操逃跑，典韦身先士卒，立于营门前奋勇抵抗，与张绣的士兵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典韦的属下只有10几个人，但无不是以一当十的好汉。张绣见士兵们无法突破营门，就命令大军分头行动，从其他营门进入。典韦手持长戟，左右攻击，一戟出击，就有10余人倒下，异常的勇猛。可张绣的大军源源不断而来，顷刻间，他身边的10余人就全部战死，只剩下了典韦一人。此时已经受伤10余处，可锐气不减，犹如杀神一般。张绣的士兵们不敢靠前，
典韦便主动向前出击，又杀了数人后，被人从身后刺中，怒目大骂而死。典韦死后，张绣的士兵们也不敢上前，小心翼翼地试探后，才壮着胆子砍下了他的首级，相互传看这位杀神的风采。再来看曹操，他骑的是一匹良马，名叫绝影。然而在逃亡的途中，被张绣追赶的士兵乱箭齐发，曹操被射中右臂，滚下了马背，绝影马也被射死。曹昂见状，连忙跳下马背，将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，让他先走。曹操这才脱离险境，逃到了武阴，而长子曹昂以及侄子曹安民则全部战死。曹操逃走后，大军无人指挥，只能自顾逃命，混乱不堪，只有于禁的队伍在有序地撤退。撤退途中，他见曹操的嫡系青州兵抢掠百姓，他便上前喝令，制止他们的乱行，青州兵才再次逃走。然而青州兵逃回来后，担心于禁在曹操面前揭发他们，于是就恶人先告状，状告了于禁。于禁到达后，还在有序地安营扎寨，没有立即去拜见曹操。有人就对于禁说，青州兵已经告了你的状，你应该去向曹公解释。可于禁却说，如今大敌当前，张绣随时都有可能追来，不做好准备，如何迎敌？而且曹公英明，随意诬告，怎能行得通呢？说完便继续深挖壕沟，安营扎寨，等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才去拜见曹操，说明了全部情况。曹操听后非常欣慰，对于禁说，此战失败，连我都狼狈不堪，你却能在混乱之中整顿队伍，巩固营垒，即使是古代的名将，也不会比你做得更好。当场便封于禁为益寿亭侯。曹操的败军陆续回营，战报也随之而来。当曹操听说典韦已经战死后，不由得失声痛哭。他招募间谍，取回了典韦的尸体，将其厚葬于乡邑。之后，将典韦的儿子典满拜为郎中，引为进士。随后，曹操从武阴撤军，回到了许县。曹操刚走，南阳以及张陵诸县纷纷反叛，投靠了张绣。曹操让曹洪率兵征讨，但曹洪作战不利，只能屯守于叶县。张绣和刘表多次派兵前来攻打，见曹洪防守严密，才撤军作罢。就这样，宛城之战结束。原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张绣，结果由于曹操得意忘形，见色起意，导致大败，还痛失了猛将典韦以及长子曹昂。曹操的正妻丁夫人得知曹昂战死后，大骂曹操。他说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从此以后我还有什么指望的呢？曹昂原本是刘氏所生，生母早亡后，由于丁氏不能生养，就把曹昂过继过来抚养长大。现在曹昂死了，丁夫人万念俱灰，愤然离开许县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之后曹操亲自回到家乡去请丁夫人，但她执意不肯回来，而且至死也没有再回到曹操的身边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上期讲到，宛城之战时，曹操见色起意，看上了张绣寡居的神圣，导致长子曹昂以及猛将典韦战死。那么，曹操会善罢甘休吗？他再次征伐张绣能够成功吗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再次征伐张绣及袁本初多谋寡断。197年，曹操征伐张绣，结果大败而归。袁绍便立即给曹操写信，然而此信中言辞极为傲慢，这让曹操非常的愤怒，准备立即发兵攻打袁绍。可荀彧和郭嘉认为，此时还不是与袁绍翻脸的时候，如果要和袁绍开战，得先解决掉张绣以及袁术和吕布，否则一旦与袁绍开战，他们便会从后面偷袭，到时候两面作战甚为不妥呀。曹操这才消了怒气，担忧地说道，如果去攻打袁术和吕布，袁绍必定会趁机侵扰关中，引发江湖叛乱。如果向南再引诱刘璋，到时候我们恐怕要对抗天下5/6的力量了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荀彧沉着地说道，关中的将帅数以千计，但都各自割据，唯有韩遂和马腾的兵力较强，可他们见关东正在征战，只会拥兵自保，并不想参与纷争。只要你派人去招抚他们，即使不能让关中长治久安，但至少能撑到你平定关东之前。曹操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派钟繇前往长安，去招抚韩遂和马腾。此时的长安城，由于李傕和郭汜乱政，
早已残败不堪，荒无人烟了。而且李傕和郭汜早已衰败，占据关中的是韩遂和马腾。钟繇到达后，立即给韩遂和马腾写信，给他们分析天下形势，并陈述了归顺朝廷的利弊得失。韩遂和马腾很快就给钟繇回信，愿意派遣儿子前往许县为人质，从而归顺朝廷。这下曹操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准备发兵攻打袁术。袁术得知后不敢迎战曹操，立即将大军交给了乔蕤、李丰、梁刚、乐就这4位将领，让他们在祁阳迎战曹操，他自己则向南撤退了。结果曹操的大军到达后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袁术的大军，袁术的4位将领也全部战死，损兵折将的袁术从此便一蹶不振，再也翻不起波浪了。此战曹操不仅战胜了袁术，还得到了一员猛将，此人便是许褚。许褚字仲康，乔国乔县人，即今天安徽亳州乔城区人。他身长8尺，腰大如树，雄壮坚毅。曹操打败袁术后，他率众归顺了曹操，曹操非常高兴，立即封他为都尉，留在身边宿卫，补充了典韦留下的空缺。之后曹操率军返回了许县，接下来他便要对付张绣和吕布了。198年3月，曹操再次发兵征伐张绣，为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报仇。很快大军就包围了张绣据守的穰城。正当曹操准备一举歼灭张绣的时候，突然从邺城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，袁绍恐怕要对许县下手了。那么袁绍为何要对付曹操呢？之前汉献帝封参陆肃的时候，沮授就给袁绍建议，让他将天子迎来邺城，到时候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。结果袁绍没有同意。后来曹操将天子迎到了许县，袁绍这才醒悟过来，原来挟天子以令诸侯有这么大的好处，所以他就有些后悔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他派人去游说曹操。他说许县低洼潮湿，城池也不够坚固，洛阳城已经是残败不堪了，所以为了天子的安全，应该让天子将都城迁到鄄城。曹操听后不由得发笑，怎么可能会答应他这种要求呢？于是田丰就给袁绍建议说，既然曹操不肯迁都邺城，那就只能图谋许县了，只要能拿下许县，就可以顺利的将天子迎来邺城。要不然曹操动不动就假托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，长此以往必然受制于他，等他羽翼丰满之后就不好对付了。何况他此时正在攻打张绣，许县必然空虚，正是我们发兵许县的绝佳时机。袁绍听后决定思考一下再做决定。然而他们的谈话被一名侍卫全都听到了。到了夜晚，他偷偷地离开邺城，前往穰城去面见曹操，将他听到的一切都汇报给了曹操。曹操听后惊出一身冷汗，一旦袁绍决定出兵，许县必然不保，那他就彻底完了。于是他立即决定放弃攻打穰城，赶紧回军救援许县。张绣得知曹操莫名其妙的撤军后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立即率军尾随，观察曹军的动向。恰逢此时，刘表派来支援张绣的大军也已到达安众，切断了曹军的退路。此时的曹操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许县还随时有可能被袁绍攻灭，情况万分的危急。他登高远望之后，立即给徐彧写信说明处境，但告诉他，此战我必能取胜，你势必守住许县，等我回来。之后他命人挖掘险道，做出趁夜逃跑的假象。张绣得知后大喜，立即整顿军队，抽调精锐大军，准备发起突袭。贾诩劝他说，将军千万不能去追，此战无法取胜。可张绣觉得曹操已经被两面夹击，插翅难飞了，如此大好形势怎能放过？于是他不顾贾诩的反对，与刘表的援军同时发起突袭。然而当他们进入曹营的时候，才发现曹营里一片寂静。片刻之后，曹军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，张绣这才发现上当了，他和刘表的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大败而归。曹操战胜后并不恋战，立即率军继续向北前行。张绣回来后后悔不已，对贾诩说道，我之所以吃了败仗，就因为没有听从贾公的建议啊。可贾诩却说，你现在可以放心的去追了，此战你必定胜利。张绣疑惑地抬起头看着贾诩问道，
我刚刚率领精兵出击，结果大败而归，现在只剩下残兵败将了，如何才能取胜呢？”贾诩却说：“兵无常态，现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，你快去追吧，肯定能够取胜的。”张绣一边疑惑，一边收集散兵，再次追击曹军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竟然真的追上了曹军的后卫部队，并且一举将其击溃，大胜而归。凯旋后，他向贾诩请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贾诩解释说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将军虽然擅长用兵，但绝非曹操的敌手，曹军突然后撤，曹操必然亲自殿后，所以将军必败。可他们之所以如此慌忙的后撤，一定是后方出了事故，所以曹操一旦战胜了将军，就会快速前往许县，殿后的重任就只能交给他的部将了。可是他的部将虽然勇猛，但肯定不及将军，所以将军必胜。张绣听后醍醐灌顶，这才明白了过来。他又问：“依你之见，曹操的后方到底出了什么事呢？”贾诩说：“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一定是袁绍有所动作，才导致曹操如此慌张，必须尽快赶回许县。”然而贾诩虽然料事如神，可他猜对了曹操，却并没有猜对袁绍。但这也怪不了贾诩，就连曹操也没有料到，他心急火燎地率军回到许县，准备迎战袁绍，可结果却是虚惊一场。原来袁绍压根就没有听从田丰的建议，也就不可能发兵许县了。曹操紧张的情绪这才舒缓了下来。荀彧见机请教曹操，他说：“张绣和刘表的援军两面夹击曹公，你怎么就能断定一定能够取胜呢？”曹操说：“当年韩信攻打赵国，率领的不过是些乌合之众，但他却只身绝地，背水一战，最终获得了胜利。今日刘表半路拦截，张绣紧追不放，我军将面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处境，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能够取胜。”荀彧不由得赞叹说：“曹公用兵如神，果然如是啊。”曹操说：“郭嘉曾经说过，袁绍多谋寡断，不知道何事是重要的，何事是不重要的，今日终得一见啊。”公孙瓒的势力早已衰弱，可袁绍却只盯着公孙瓒，目光只停留在他的四周之地，不敢擅自出兵攻我许县，这可是天子的福分。说完不由得大笑了起来。接着他对众位谋士说：“既然袁本初不能威胁我，那我就准备去攻打吕布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那么曹操的谋士能够同意攻打吕布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